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娱乐相对论与黑红辩证法。王一博身上有个有趣现象，所有不同寻常的矛盾反差，竟都能一一和谐共存。10年磨剑的 dancer， 顶着一夜成名的太子头衔，携资本以令内娱的乐童，却分明有一颗木石心。在泥沙俱下的娱乐圈赛道，行业风评最差的时间节点上，王一博这个被时代关注的青年，在潮水退去的岸边，超越绝大数圈内人认知，正筹谋着未来。我是王一博，我高冷慢热，不容易亲近。我怕黑怕鬼怕虫，缺乏安全感。我也会失误犯错，甚至野性难驯。如果你不能包容我最差的一面，那么也就不配拥有我最好的一面。这段话当然是我们杜撰的，但它与本尊却毫不违和，甚至过分丝滑。从心理学角度来讲，高冷和慢热都属于心理防御机制，怕黑怕鬼更是身体自我保护的机制。高冷慢热，王一博显然是人际交往的防御型选手。防御型自然重防御，情势不利迅速应对，势不可控果断止损。而社交边界就是他驾驭性格能量的方式。无感就够勇，我的世界守则和念更笃定。无法周全所有，便只有周全自己。而周全自己是个缓释职业疲惫、修复旧日阴影、建立心理防火墙的过程。对王一博来说，距离感既是必要的偶像修养，也是职业暴露尺度的理性自我设定。说他愉快营业不是对艺德的贬损，反而是肯定他亮出对公众人物隐私权让渡过度的抗拒姿态。他接受事业局限，而我们接受他有所保留，这很公平。粉丝，什么时候你开着大摩托车去取粉丝？王一博，换别人吧，你们。粉丝，哥哥只有我们了。王一博，不，哥哥还有摩托车。是你们不懂，真的无语，就是你们真的不懂，无语。他给了粉丝关于偶像的真相。粉丝要接受偶像个性存在不足的本真，正是粉丝对偶像单边社交的局限性，以及放弃驯化偶像的占有欲。一句话，认清他更认清自己。或许稍显生硬，但这就叫做治愈幻想。毕竟，早早撇去浮沫，留下的才是精华。高光下的明星容易压力过载，释放压力，有人选纵欲，有人选精神麻痹，而王一博选的最健康，对极限运动情有独钟，近乎满贯疗法，以毒攻毒的自我疗愈。摩托是男人力量的延伸，85号风一样呼啸而过，每块肌肉，每条肌腱都被心流支配，光芒耀眼，正是机车少年王一博。动力机械拓展生命疆域，突破地理隔离和物理位移速度，触达人体无法企及的极限。这种逍遥刺激和掌控感，令人上瘾。摩托车是成年人的 big toy， 我们的玩具。幼儿时是积木，少年时是电邮，青年时有些变成小清新的爱情，有些则分化为重口味的蜡烛、皮鞭和开裆裤。你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肾上腺素分泌的阈值越来越高，所需的刺激条件也越来越强。荷尔蒙正指数级增长的青年，骑着摩托听胯下机器轰鸣，咋地？有性意味？其实很正常。王一博为啥不塌房？因为别家哥哥忙着睡粉，他忙着骑摩托。食色，性也。性并不可怕，
但欲望发泄则如大禹治水，堵不如疏。哈雷近年公布的一项人类心理学研究成果，更以摩托车增加注意力和注意力指标，降低皮质醇相对水平的论证，从有效缓解压力的积极心理建设视角揭示了其行的益处。运动从微细胞到身体到心理的每个层面，都能帮助缓解压力，降低应激反应，提高压力阈值。减压意义上，王一博爱上了摩托的确是智选，但与其死磕减少荷尔蒙生物应激反应，莫如从更积极视角看待，那就是有益的社交和文娱使欲望升华。摩托、滑板、街舞几乎都是有氧代谢，能减少压力荷尔蒙生成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运动是可预知可控制的，而可控可知是心理学关键变量。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具备控制压力的能力，不用被动的被应对机制撤制时，摆脱压力的能力自然会增强。雄性动物靠征服生存。如果从动物性本能看，男人就是天生的征服者。他们喜欢争取控制权，钟情于争夺游戏且乐此不疲。而运动中那些身体压制的胜利感，人我自意驰骋的畅快感，酣畅淋漓的宣泄感，都令征服的心理快感远胜生理快感。这快感给予人强大的自信。因而，怕黑怕鬼怕虫，本质上并不折损王一博的雄性魅力与阳刚气。因为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怕，而是心生恐惧依然向前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